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最近炒得很热的话题——元宇宙 （Metaverse）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提元宇宙，每家给出来定义还都不一样。Facebook 因为元宇宙改名成 Meta，告诉人元宇宙就是 AR、VR 社交，这个影响最大。太多人着了道，认为元宇宙就是 VR。刘慈欣还因此说了元宇宙阻碍星辰大海。但是现在也有 VR Chat，看的人比玩的人多得多。来一个新的又能好到哪去呢？微软之前说用他们的工具可以在元宇宙里做 PPT， 但我为什么要在元宇宙里做 PPT？ 这还能自动上链吗？收购了东视暴雪之后就改口说元宇宙只不过是游戏而已，那非游戏玩家为什么要用元宇宙呢？币圈的人说元宇宙就是发币和 NFT， 同样没有解决为什么要用的问题。Roblox 打着行业翘楚的旗号，说元宇宙就是用户内容生成，但是生成的内容又能在哪里用？其实他们各自只能看到元宇宙的一部分，就把其当作全部，都只是在盲人摸象。早几个月就想做这一期节目，但一来是航空航天系列还没有完成，二来是我想看看这帮被资本操控的牛鬼蛇神能闹出什么妖来。当然，大部分人听到元宇宙，第一个问题都是什么是元宇宙？然而这却不是最重要的，比它更重要的是元宇宙能给人带来什么好处。接下去我会通过假设在不久的将来，元宇宙已经普及，一个人在元宇宙一天的经历，来让人直观地理解元宇宙的意义。某年某月某日是个星期天，张三打开平时老玩的游戏，上线刷怪，没多久打出一个绿色的盾，自己已经有一个了也没什么，顺手装备着玩呗，开个传送门回城，到了地下酒吧的德扑房间打会儿牌。对桌的李四看到他的盾，说：“哎，这个套装其他剑我都有，就少个盾，您这卖吗？我这正好凑齐。我打出脸了，你喜欢就拿去，不能白拿，请您吃饭啊。”于是张三把盾扔给李四，李四下了个单，点一份披萨给张三。打了几轮牌，张三看到酒吧电视里播着 Forza 的比赛，其中一个选手戴着个别致的头盔，挺有意思。一键购买，获得了同款装备。让电脑往上加护目镜和额外的缓冲层之后 ，3D 打印出来，以后去滑雪的时候用。这时候门铃响了，刚才的披萨到了。饭后张三还有工作的事情，是个会议，参加的人分布于多个时区，凑来凑去也就排到了这时候。在虚拟会议室里可以全方位的交流。会后张三顺便看了一下工作的进度，周五开始做的一个大型的流体模拟实验。按照预设的流程，用 AI 对形状自动做一些调整，优化气流的分布。一旦有个好的结果，能把参数自动应用到真实模型上，进行风洞测试。接着在元宇宙里逛逛吧，卢浮宫、悉尼歌剧院、长城都近在眼前。还有很多区域是用户自己打造的，充满风格化的内容。刚好路过一个区域，原本提供内容的公司改行了，不过不用担心访问不了，东西都还在，用户的投入不会白花。至此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。相比起现在的网络来说，元宇宙不但能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沉浸体验，还能以更低的成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。更因为内容永存的特点，让用户的投入不会因为商家单方的原因而消失。对商家来说，也可以因为元宇宙互联的特点带来更多用户。所以我们可以给出定义了：元宇宙不仅是虚拟世界，而是把虚拟和现实组成一个整体。也正因为是一个整体，所以现实世界的特点也将适用于虚拟世界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元宇宙将和现有网络有2个重大的区别：内容互联和去中心化。看看现实世界的情况，比如我买了这副手套，在家能戴，遛狗能戴，去餐馆能戴，这就是内容互联。厂商哪天不出这副手套了，我照样能用，这就是去中心化。本质就是因为物质是用户的，用户有支配权。再看现在的 App， 你在 QQ 秀里买了个帽子，到英雄联盟里就没有了，这就是因为没有内容互联，每个 App 是分开的。你用 Google Plus 用的好好的，突然说砍掉这个服务了，上面的内容就没了，这就是因为没有去中心化。本质是因为数据是厂商的，用户没有支配权。进一步可以推出，黑客帝国和头号玩家不是元宇宙，因为没有去中心化，一键就能关闭整个系统，用户的投入就此消失。阿凡达和西部世界不是元宇宙，因为没有虚拟的部分，
全是实体操作，使用成本并没有降低。这几部影视作品长期以来一直被各个媒体当作元宇宙的例子，其实根本不是元宇宙。有了内容互联和去中心化，我们就能进一步引申出元宇宙的框架。内容从哪里来呢？可以由内容提供商产生，也可以由用户生成，这就是内容生成的需求。内容不是静态的，往往需要响应用户的操作，这就有了内容交互的需求。内容需要能查看，所以有了内容表现的需求。内容总得传到网络，这就有了内容传输的需求。传到网络之后，需要存储一个个去中心化的节点，于是有了内容存储的需求。最后，内容需要能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使用，这代表了内容交换的需求。有了这些需求之后，我们才能进一步看用什么样的技术来满足这些需求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有的放矢，而不是有了锤子到处找钉子。对于内容生成的需求，厂商可以用设计师建模、动作捕捉等技术产生内容，用户则可以用过程化生成、捏脸、3D 扫描等方式。在现有游戏中已经开始使用不少这样的技术。对于内容交互的需求，需要有 AI 来帮忙，于是引入计算机视觉、NLP、语音识别等技术。对于内容表现的需求，需要能以多种方式呈现，增加沉浸感，所以我们引入 XR、全息显示、3D 打印等技术。对于内容传输的需求，得有低延迟高速的网络架构，所以 5G、WiFi 6、卫星互联等技术能派上用场。对于内容存储的需求，需要一个去中心化的存储方式，所以我们用区块链和云存储等技术实现。对于内容交换的需求，同样需要去中心化的网络，所以我们引入 NFT 等技术。所以说，这些技术并不是元宇宙的全貌和核心，而是用已有技术去填充框架里的某个节点。当有更好的技术出现的时候，就能取代掉旧的，技术演进，框架永存。前面提到的那些公司对元宇宙的理解都是错的，只能看到框架中的一个节点。只有真正把背后的需求有机的结合起来，产生一个内容互联、去中心化、虚实结合的格局，那才是元宇宙。当然，以目前的技术能力还远远达不到这一点，需要10年甚至更久才行。现在能做的，也就是把每一个节点当作元宇宙的一个入口，往里做有限的探索。游戏是个入口， NFT 是个入口， 5G 是个入口， AI 是个入口等等。现在那些公司在做的事情正是抢入口，这本身没毛病，但如果把入口就说成全貌，就说成核心，借着元宇宙的旗号推销已有的产品，让用户买自己用不上的东西，那就是诈骗。最后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不应该自顶向下建设元宇宙，而应该是自底向上，把现有的 App 和新 App 逐步增加元宇宙的要素，比如让用户在一个 App 里能方便的产生内容，并能转移到另一个 App 里呈现，最后把一个个 App 孤岛逐步连接起来，组成元宇宙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能帮助大家正确理解元宇宙。下一期将要讨论一个不同的话题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